介入台海的代价，美智库24轮兵推，3周的损失超过阿富汗战争，所以美国还能如何介入台海？比如将台湾变成雷区。各位好，我是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。美国智库针对台海冲突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兵棋推演，为了尽可能的接近现实，美国智库模拟了24种战况，进行了24轮兵棋推演，最终得到一个很统一的结果，那就是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后，与解放军的战争不会超过3周，但是这3周的损失将会超过了打了20年的阿富汗战争，这就是美军介入台海的代价。根据美国智库的模拟结果，大多数情况下会有3000多名美军阵亡，阵亡人数接近阿富汗战争的一半。除此之外，美国还会在为期3周的战争中损失2艘核动力航母以及10到20艘的大型军舰，而且考虑到美国直接介入台海，等于是向中国宣战，那么解放军自然也不会手软，不仅会直接打掉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，还会在日本也随美国出兵的情况下，连日本一起揍。虽然美国智库的模拟也算是尽可能地贴近现实了，但显然还不够现实。在跟中国宣战的情况下，美国的损失难道就这么一丁点吗？为了介入台海，美国和日本确实做了很多准备。美国不断深化与民进党当局的军事勾连，日本也在快速增强靠近台海的军事部署。美日同盟准备的看似很充分，但解放军准备的更充分。美日同盟为了介入台海才准备了多久？解放军为了完成两岸统一，可是已经准备了几十年。美日同盟几年的努力，凭什么认为能够在准备了几十年的解放军手上走一招？通过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演习就可以看出，解放军在演练攻台行动的时候，就已经将美日同盟军事介入考虑了进去。解放军用东风导弹直接封锁台湾东部、南部和北部海域，就是在明确告诉美日同盟，不会给美日同盟军事介入台海的任何机会。除此之外，舰艇规模超过整个美国海军的解放军，大部分军舰都在周边海域，足以做到从海上封锁台海，并将美国挡在第一岛链之外。面对这样的布置，别说是2艘美国航母和20艘美国军舰了，在解放军海空力量以及东风导弹面前，那就是来多少就得炸成多少，肯定是有去无回。所以相比美国智库模拟出来的损失，五角大厦的兵棋推演也更贴近现实。五角大厦一次一次的模拟，结果都是美国要是军事介入台海，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，最终等待美军的就只有全军覆没这一下场。毕竟美国都已经被挡在第一岛链外了，五角大厦就算再自大，也不会认为仅凭第7舰队就能够突破解放军对台海的封锁。也正是被解放军挡在第一岛链之外，美国才会有点急了。现在美国正考虑的事情，就是美国还能如何介入台海。最终得到的结论，就是将台湾本岛设定为战场，持续通过对台军售武装成为豪猪，并要求民进党当局加强后备力量，彻底将台湾以色列化、乌克兰化、再阿富汗化。美国不止这么想，也正在这么做，如同出售火山布雷系统给台湾，就是想要将台湾变成雷区，甚至是雷岛。民进党当局也因为美国的施压，将兵役延长到了1年，甚至绿委范营还打算领衔提案修法，让女性也能去当兵。这虽然不足以阻挡解放军完成两岸统一，但是美国却在尽可能地给解放军收台制造困难，尽可能地给解放军制造损失，不让解放军赢得太轻松。
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